城市感觉孤单，没有人在交谈。你离开的日子，我也还没习惯。每个安静夜晚，你看，人家有男朋友陪着，还是大帅哥。我觉得不像啊！你看别的情侣，都手拉手，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。哎，庄，我看到你学生姐姐的追求者了，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，看上去是个高手。什么追求者？你学生姐姐的？你好，请问有伞吗？谢谢。我只能大声呼唤，掩饰蹩脚的心酸。双手紧握着遗憾，好像烟火灿烂。就算爱如此短暂，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。你不再回来了。看起来就好好吃。冰箱里有的东西，顺便做一下。那冰箱里每天都长出菜来，你每天也会顺带做一下吗？可以。酒店的东西吃了，我跟着你们吃不合适。双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！张阿姨不在的日子，我们也能吃上干净的新鲜饭菜了啊！酒店那么贵还不干净，我解释了还拉肚。嘴上自己有东西，我看看。你怎么把我拉肚子的事情说出来？这都不能说。当然不能说啊，影响本仙女的形象。双哥早就知道了这。
我要是你，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。哦不，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。聂喜光，林教练，哎，我帮你拿。谢谢。来，你们上车吧。好，哎，你们好。你们好，哎，好，今天就蹭你们车了。哎呦，哪儿的话，一起去天池顺路的事儿。哎呀，谢谢。行李都拿上了啊。我们看完天池就直接去机场了，那边叫了车来接我们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走。全是雪，都看不到。你就不会想象一下？哎，来吧，我们拍照吧，许愿。来，3、2、1，茄子。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，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。大家想不想试一下？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。那我去买。去吧。哎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你妈！哎，老婆，前几天早餐的时候还说不着急，多看看吧。你这怎么？哎呀，那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？我今天看见小林，又觉得太好了，跟西光正般配。幸好啊，那时候我追你妈的时候没什么大帅哥，不然就没你了。爸，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？你长得也不错，你自我贬低我也管不着，但是关键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你啊。那边还有鸭蛋卖，我们就都买了一些。啊，叔叔阿姨，阿姨，谢谢。西光，谢谢。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。好呀。小林，你的滑雪教练的薪水结了没？结是结了，后来10倍还回去了。这是在告状呢。我给你薪水。你还拿回扣啊？哎呦，齁死了！我不是说你俩啊，我说这鸡蛋齁。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得去坐车了。好，行，那咱们继续出发吧。走。好。哪儿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好。老骆，退休后我还是想回来。听你的，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一路平安，谢谢。西光，有空带你妈妈来瑞士玩，我全程招待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。谢谢阿姨。妈，你这是想跳过我？你要是不努力，我也没办法。欢迎大家都来玩。对，欢迎大家随时到瑞士来玩。那我们走了，叔叔阿姨，再见。天瑞，下次我们再约。下次我肯定就赢你了。那你让你姐姐别取名叫西光杯。哎呀，林教练，你快上车吧，再见再见。来吧，我们走吧。再见。我们走了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明天我们也要走了，今天晚上干点啥？鬼许丹也不早了，在哪儿随便逛逛，晚上也要收拾行李。我和我妈他们
漂流了，很好玩。你好像一直跟着我们滑雪，都没去啊？我妈和陆叔去过了，我可以下次去。庄经理，林总，我过来问问病人情况。我也是。谢谢你，林总。应该的，我毕竟曾经是个医生。我赶飞机，先走了。一路平安。心跳加速的声音，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，安静呼吸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白雪一片片落地，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希望和你。我生气也没差哟。艺术创作，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，你微笑的嘴角就是虽然你很可恶，但是这些小雪人们很可惜，只能留在长白山。没事。你把捏雪人的人带回去了。这次见了你妈妈，她身体怎么样啊？妈妈气色很好，就是一直念叨着自己胖了。胖一点好，以前她就是太瘦了，还老要追求腰围不超过1.8指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也这么说的，不过她不太满意，还一直琢磨着要怎么瘦回去。这你得好好管管。我是一点都管不了她。也是，她那个脾气，谁管得了啊？啊，雨森呐，明天你就要到苏州去上班了，我就不留你了。平时有空多回来陪老头子吃吃饭。下月的宴会，记得来参加。肯定不会忘。外公、玉树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路上慢点。嗯。查清楚了，源头是博凯西府那边，他的亲戚在长白山遇到了胃癌，想法子传到你耳朵里。我就猜到了。哎，这么多年了，办事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！
就会使那么一点小伎俩。唯爱离家这么多年了，还在忌惮他，到我这儿来上眼药，恨不得我死了，1分钱都不分给唯爱。也许他们是想让您知道唯爱平安的消息。这话你自己说了都不信。唯爱我有多久没见了，我都记不清了。一晃，雨森都长这么大了，他何其心狠呐！对老妇，对幼子，在唯爱的心里，最怪的恐怕还是他自己。他要是恨您，不会让雨森一直与您往来。我自己待会儿。前几天您受了刺激，心悸发作，还是早一点回屋吧。还有下个月初的宴会，您看是不是少请一些人？我担心对您身体是一个负担。没事儿，按原来的安排。我的身体我有数。那宴会上，您还是带着星杰出席。有时候，身居高位，你才能看清人性的底色。当他觉得胜券在握，表现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样子。大姐回国的事儿，是你传到巴尔多里的，简直多此一举。爸已经决定培养星杰做接班人了，你还做那些小动作干什么？难道你以为还能瞒过爸？要是你有出息，早20年我就不用做那些小动作了。女人要做小动作，还不是因为男人没用？不可理喻。你去哪儿？这年还没过完，你就忍不住了？聂成远来上海了。我去找聂成远。怎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？别提了，家里头的事儿。我听说老爷子最近一直把邢杰带在身边，亲自教导，我还以为你人逢喜事精神爽呢。本来就是铁板钉钉了，教书非要横生枝节，做些多余的事儿。我听说这次宴会请的人很多，老爷子一向低调，这么大张旗鼓的，是要把邢杰继承人的身份公开了？大差不差，煎熬的日子总算到头了。去年我真是焦头烂额呀，老爷子突然查账，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。上上下下一片人心惶惶。莫东的事件我跟你提过吧？都去双阳好几年了，也被牵连了出来，后来直接进去了。这档口啊，我也不敢保他。好事，老爷子反腐风暴，以后邢杰接手，正好清老世界。自己人都进去了，不说了。双远的事情你到底怎么想的？2期扩建款一直不到账，老爷子因为这事儿对你印象不太好，全靠兄弟给你顶着。哎，前阵子资金实在是太紧张了嘛，我这边再缓口气。哎，你们新派的副总不是已经把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吗？在如今光伏这情况下，能弄到钱，这人倒是有几分本事。你笑什么？听着你好像不知道新派的副总是谁。谁呀？我那大外甥林宇森，他去了双远，10月份就去了。你对双远也太不关心了。我没关注这级别的人事调动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
你这么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他自请去的苏州，离开了集团，这不是好事儿。自请去的？你跟我那外甥到底有什么牵连？上次问你又不说，有什么事情可别瞒着我。哼，我跟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牵连？我就是接连坏了我们的合作，有点注意到他了。喝酒，喝酒。倪总啊，春节快乐！盛远之前派了一个副总到双远，我没太注意是谁。你去打听一下，这个副总的能力怎么样？还有，个人生活作风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事？好的，倪总，等您没上班，我马上去查。等什么上班？立刻给我查！是。哎，陈远，我们逛完了，等你来吃饭啊。不吃了，直接回无锡。聂叔叔好。我真想跟你说，要不要回家吃？过年在外面吃多了，回家吃顿简单的最舒服。我给你下碗面，煎个荷包蛋，弄点青菜。不过你回家不能立刻躺着，我给你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，你得乖乖都试了。无锡也不是没有这些牌子，做什么在上海买啊？搞这么麻烦。无锡的货没有上海多嘛，我想帮你多挑挑啊。你过完年就得大会小会、大宴小宴的，后面不是还要来参加盛老爷子的寿宴吗？上海人最讲究派头了，咱们的衣服鞋子都得是最新款。啊，对了，聂远还给你买了新年礼物呢。是用他自己赚的钱。他自己赚的？对啊，他跟着朋友学投资做生意，赚了点小钱，一直说要谢谢你呢，说是跟你接触多了才开了窍，学到了点皮毛。你跟的哪个朋友？做什么生意？苏州的一个朋友，他家里开厂的，他自己开了个买手店，我投了几万到他店里，每个月分我好几千呢。女孩子开小店蛮好的，不过你小打小闹赚点钱不容易，别乱花。我什么东西都有啊。这些朋友要不是聂叔叔的关系，我根本认识不了，所以肯定要谢谢叔叔你的。孩子的一片心意，就别推三阻四的了啊！这袖扣是我跟他一起选的，回头寿宴一定带上。从聂远这件事情，我才知道，你平时那么重视经营人际关系是多么的重要。很多赚钱的法子，不是跟你们一个层次的人根本不会知道。程远，以后要是有机会，多带带聂远，让他长长见识，多认识点人。怎么，聂远想跟我一起去盛老爷子的寿宴？我不想。我就这么一说，哪有这个意思啊？从小到大，就是你心眼多。不过啊，幸亏你心眼多，不然怎么能发这么大财呀？
你给我买的这些东西，上次给你打的钱是不是都花光了？不要紧的，我本来也花不了什么钱。回头我再给你打一笔，你也给念缘一些。朋友开店掏个几万块钱入股，算什么样子？小家子气，丢了我的脸。你说的也是，念缘啊，他乖得很，不敢在外面打你的旗号的。春节快乐！抱歉我来晚了。过年好。我过年的时候去长白山了，带了一些特产小零食给大家。你去那么远的地方过年啊？我跟家人一起去的。来吧。好玩吗那边？挺好玩的，就是特别冷，零下20几度吧。怎么说，小聂？林总对方案怎么看？我年前就把2个方案给林总了，对比了优缺点，他十分赞成我们挑战一下难度，建一个示范性的 BIPV 建筑。林总真有眼光。不过我们之前的设计方案主要是为了估预算，比较粗糙。接下来就得先把主体建筑的设计稿修改确定下来。麻烦花总你们也同步出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方案，我们好做一个详尽精准的预算。预算？万一精准的预算又贵了一点儿，老板不会看了之后吓跑了吧？我们林总还不至于那么胆小，而且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把控成本的，把价格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那就好。你放心吧，林总高瞻远瞩，看到了 BIPV 广阔的应用前景，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却步的。而且他说了，虽然BIPV 的爆发期不知道何时到来，但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不管前景在哪儿，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起来。我还说了什么？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，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，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？你以前开会说过，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，还要关注亚洲、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。我一琢磨，你们成天说什么西北战略，那中东也是到处沙漠，日照强烈，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。我这叫举一反三，归纳总结。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，你难道不满意啊？你这叫画饼。我这叫调动积极性，鼓舞士气。资金方面呢，我过年的时候请教了一下老妈，她给我提供了几种思路，我决定都跑一跑，问一问。还麻烦林总帮我和后勤采购部还有财务部的老大们打个招呼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。不行，你现在就说。你有拖延症，你之前说要借我书，到现在还没影呢。那是因为书都在上海，我这次才带过来。好，我现在打。喂，陈总，关于厂区的光伏花园，喂，童总，喂，吴总，任务完成。这就对了嘛，干嘛一会儿打呢？2分钟的事儿。谢谢老板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这么客气，不用送的。你看看外面，难道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有部门主管会议？他们刚刚接电话的时候，不会都在一起吧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还好还好。今天是新年的第1个工作日，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
又长1岁了啊！过去的1年里，大家都不容易啊。但幸运的是，我们双远并没有倒下，依旧逆着风往前走。公司2期厂房的工程进度也比想象中更加顺利。丁总，3月底可以竣工验收了吧？是的，土建已经在收尾阶段了，很快就能进入验收流程。设备方面呢？上午我们刚和设备供应商确认过，设备也能按时进场。那情况理想的话，调试生产线后5月新的厂区就能够投产。要有信心，今年的国内市场，尤其是西北电站项目，依旧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，以及我们的品牌战略，还是要坚定地推行下去。你就不能把书带到公司吗？还要我亲自上门来拿？我带了很多书过来，你不要挑选一下。我是不是该制定一个规则，一次只能借2本，看完了再过来借？那我去苏州图书馆好了，人家都没有这么小气。你买了这么多书啊？其实买了更多，不过品质良莠不齐，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。你全都看过啊？我看书快，大致翻阅了一下。还有光伏企业家的自传。难免有修饰的成分，不过他们都是上个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胜者。看看对过去10几年光伏的起起伏伏，可以有更直观的了解。映照他们如今的状况，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。我帮你搬到桌子上，地上凉。啊，不要不要，有地暖，没事的。我喜欢坐在地上，舒服。那你慢慢挑，我去厨房看看。我不吃饭，过年我都吃胖了。哪里来饭？陈阿姨还没来。苏州图书馆一次也只能借5本吧？你再说，我跟盛阿姨告状了，最后一天我可是加了她微信的。怪不得我觉得你年后嚣张如梦，原来是有了靠山。嚣张？我有吗？有，不过我觉得不错，请继续保持。那是你的错觉。我文明温柔讲道理，才不嚣张。既然你不舍得多借，那我就先拿这几本吧。为什么你书房一直放着一碗黄豆啊？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。有深意吗？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想象力不错。是用来做复健的，锻炼手的准确度和灵活性。啊，你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手部动作，也是复健。你是说这些动作吗？对。
复健据说都会很疼。现在不疼，一开始很疼，有时候会生理性流泪。你这是早餐吗？啊，算了，你不要说我白拿你的书。等一下，我请你去吃上次那家馄饨吧。现在，你不是说要节食？我变卦了，毕竟最近又是动脑又是动腿的，还是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。哎呀，走啦。我来拿吧。不要你。正常生活没问题。你忘了，我还接过某个从天而降的人。好吧。对了，过年前你说要请我和应届雨花吃大餐，还算数吗？当然算，周6。可以啊。你怎么才请我吃饭就要收巨额利息？那会儿你自己说的。那你明天请我吃什么？你是要先在我这里吃回本吗？如果确定还是这家施工的话，谈个合适的账期应该不是难事。谢谢吴总，我们现在还在设计阶段，我就是先找您来了解一下情况，等后面方案定下了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向您请教呢。你尽管问，别怕麻烦。你毕竟是从我们财务部出去的，现在这么受重用，我也高兴，肯定尽力。谢谢吴总。林总明天晚上请我们吃哪家呀？不知道，你挑贵的。懂了，那今天到我们宿舍吃菜叶子吧，提前节食。爸，喜光，马上元宵节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无锡？我去接你，一起吃个饭。我这周不回无锡，我跟妈妈说过了。过节你不回来？妈妈说她有点别的事情，而且我刚好约了同事周6晚上吃饭。什么同事？公司同事啊，不然还能有什么同事？叶总，双远空降的副总经理叫林宇森。之前是盛远投资拓展部的经理，10月份到双远的。他上任后锐意进取，工作上口碑不错。不过在个人风评方面褒贬不一。据说他刚上任不久就调了一个财务部的女员工到自己手下，还曾经一起出过差，有办公室恋情的嫌疑。那个女员工我们确定过了，她姓聂。行。你不回来，我去苏州找你。明天中午，中午我有个饭局，下午我去你公司接你。哦，好。那就这样。什么事这么急？居然来苏州找我？这家
还是这家？火锅这家评分很高，但是雨华一个成都人，他说他不吃辣，离谱。粤菜这家评价也不错，环境也好，吃完还可以逛逛。我和雨华一致选粤菜啦。我到你公司门口了。最近工作顺利吗？还行。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，你的上司是林宇森，而且还被他从财务部调到他手下？你也没问过。我去年工作太忙，没顾上这些。我前几天才听说的。我还听说一些不好的传言，是真的吗？你不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很莫名其妙吗？有什么不好的传言？你说清楚啊！这个林，是不是林宇森？你晚上跟他吃饭，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吗？这可不行，你赶紧跟他分手，我马上把你调到别的公司去。首先，你不要乱动我的手机。我跟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喜欢这么被命令。什么你的事，我的事？你是我的女儿，我的独生女儿。我抚养权归妈妈。我知道你气我，可是你是我女儿，我难道还能害你吗？你现在年纪还小，不知道人心险恶，多少人盯着你的身家财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喜欢我的人都是因为钱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那你多虑了，林宇森不是这样的人，而且他自己就很有钱。他有钱？他有什么钱？他只是盛先民的外孙，没有继承权的。他以前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，现在他起码也是公司的高层，没有继承权又怎么样呢？那钱够用就可以了呀。林宇森也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。他不是野心勃勃的人，哼！他们盛家的子孙就没有一个不是野心勃勃的，只不过有的没能力，有的没那个命。林宇森没有那个命，但是你有。他在盛远这1年多，不知道给我下了多少绊子。年纪轻轻就能让我吃暗亏，希光，你怎么可能斗得过他？你只会被他卖了，还帮他数钱。我在商场这么多年，看人难道还会有错？他这个人外表冷酷，笑里藏刀，10个你都不是他半个对手。你以为他在苏州就心甘情愿？他是以退为进，伺机而动，现在还找上你当跳板，也是我疏忽了。我只知道他离开盛源总部，没太注意他的动向。不对，希光，他就是冲着你来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的中心思想不就是人家看上的不是我，而是你的财产吗？你到底是在诋毁林宇森，还是贬低我呀？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如果人家真的是因为你的财富看上了我，那不是比看上我的外表、性格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更加牢不可破吗？毕竟爸爸，你银行里的钱才是万岁万万岁。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他追过念媛，前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。于总的宴会你也去了，不过你发脾气早走了，还记得吗？他当时是陪盛先民去的，宴会后他跟别人说他对念媛有好感，念媛知道后就邀请他来无锡赏梅，结果他开车过来的路上就出了车祸。这些事情要不是念媛告诉我，我根本不知道。
西瓜，你现在看明白了吧？他就是看上我们家能给他带来好处。马念元他只是我一个比较熟悉的小辈，他都趋之若鹜，更何况是你？你是我亲生的宝贝女儿。我不信。小姐，到了。小姐，到地方了。啊。给，谢谢。不是说我去接你们，怎么自己跑过来了？难道提前要去餐厅踩点？餐厅现在可能还没开门，但我们可以先过去，在附近逛逛。林医生，我有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刚刚去见了我爸，他说你聂总，他来苏州了。他说什么？你认识马念元？这人是谁啊？你果然不认识。但是爸爸何必撒这种一戳就破的谎？同样的，林宇森也不会做这种无用的欺骗。到底是哪里不对呢？聂总说我认识。这倒奇怪了。是很奇怪。我爸的事情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你是指略有耳闻？所以，马念元算是我爸的干女儿。我爸说，你们在前年冬天于总的宴会上认识，然后他邀请你去无锡赏梅。你说什么？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？怎么会是我？
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啊。2年前1月份，我们在于总宴会上见过，我和外公一起去的。你仔细想想，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有吗？原来是这样。你回国了吗？现在在哪里？我马上去找你。跟我来。去哪里啊？我送你家。出来。兰森，你过来通知我，早上小的扫踏乡一样。邵佳琪，西光，你怎么跟雨森在一起？邵佳琪，2年前我车祸前，你是不是打了个电话给我，让我去无锡？怎么又提这件事儿？我对不起你一辈子，我知道。那天你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，再重复一遍。天哪，求你饶了我吧！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早知道那女人是这么没品的人，我根本不会给她牵线的。我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了。我告诉她你路上出了车祸，她居然看都不去看一眼。行了。你只要把你说过的话，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。我哪里还记得？那好，我复述，你确认我说的对不对？那天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，你打电话跟我说，来无锡呗，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。我说，你还有这闲心？谢了，大可不必，是不是这样？兄弟，你记性太好了，是这样没错。不是我记性好。车祸后，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，把这些话想了无数遍。然后你说，上周你不是参加我老妈的 party 吗？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，今天碰到她，她主动提及你，想要你到无锡赏梅呢。这美女不骗你，叶成远的女儿。那时候不是才回国吗？那女的装得可怜兮兮的，我就被她误导了，以为那是聂叔叔私生女。最近才知道真相，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跟你再提这件事。老天，你们怎么会搞一块儿去？你不会远约你的是聂希光吧？不是，你不会对人家打击报复了吧？
我送你回去。可能需要自己待一会儿。你下午匆匆忙忙跑走，是不是去问林宇森了？他承认了没有？人证都在，他难道还能狡辩？现在知道爸爸说的没错了。乖女儿，听爸爸的，立刻跟他断了。你从小被爸爸妈妈捧在手里，天真单纯，哪里知道外面的人心多险恶？外面人心的确险恶。但险恶的不是林宇森。他又说什么把你唬住了？哎呀，你真是鬼迷了心窍啊！马念远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，林宇森对他有好感，所以他通过邵佳琪邀请林宇森到无锡去赏梅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他邀请林宇森用的名义是什么？聂成远的女儿。他误导邵佳琪。让邵佳琪以为她是你有血缘关系的女儿，而邵佳琪没有说她的名字，所以林宇森一直以为邀请她去无锡的人是我。不可能！你当然可以无条件相信他，但你若还有做父亲的几分责任心，你不妨去找邵佳琪了解真相。哦，你不会去？堂堂聂总怎么会放下这个脸面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林宇森从来没有对马念远有过好感，而马念远。甚至在林宇森车祸之后，看都没有去看他过一眼。所以你说的没错，这个世界上的确人心险恶，但天真的不是我，鬼迷心窍的也不是我，是你。聂叔叔，你来了。聂远，你站住！你最近不太对劲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没有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现在不说，回头出了什么事，我可不会帮你。聂叔叔。我好像闯祸了。你能闯什么祸？有什么事直接说，不要哭哭啼啼的。就是上个月你带我去于总的晚宴，宴会上我认识了盛源董事长的外孙和于总的儿子邵佳琪。那个盛董的外孙姓林，具体什么名字我都不记得了。到后来回去，他跟邵佳琪说。他对我有好感，我就说，那邀请他来无锡赏梅。
结果来的路上他出车祸了。邵佳琪说没什么大事，但是我心里害怕，一直没去医院看他。盛董的外孙来无锡找你，是要追你。年轻人喜欢漂亮的女孩子，可以理解。你又是我带去的，他看上你不奇怪。不过，出车祸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你怕什么？邵佳琪说他是外科医生，车祸让他手受伤，他当不了医生了。我怕他把火发我头上。你怎么那么糊涂？他凭什么迁怒你？出车祸是他自己的问题，盛老头子再护短也不会怪到你头上。但是你不去看他，那就太不近人情了，还拖到现在才告诉我。对不起，聂叔叔，从小没有人教过我这些。要是在叔叔身边长大，我就不会处理的这么乱七八糟了。你也不用太慌张，他到底不姓盛，不过盛家也不至于一点动静也没有啊。我打个电话试探一下。包凯，好久没见了，什么时候聚聚啊？哈哈，行，我们是该聚聚了。看来你心情不错啊。上次见面还听你说家里有点事，解决了？没什么事儿，我的外甥出去玩，出了车祸，老爷子紧张得很。其实人好好的，只是当不了医生而已。你大姐的儿子？嗯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还出了车祸了？年轻人不稳重，开车到处玩，不就出事儿了？行了，不说他了，我备好好酒等着你。那就这周末我去上海找你。盛家不知道你，多半是姓林那小子觉得没面子，瞒下来了。他好端端的也没什么事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当做这事没发生过。谢谢你，叔叔。叔叔，你太厉害了，什么都没问，就把事情说清楚了。下次有事早点跟我说。那这件事情要告诉妈妈吗？我还没跟她说。你就别跟她说了，她身体不好，别让她操心。去那边别墅。仙人回归梧桐岛，就此涅槃苏醒。这神仙下凡渡劫不算少数，却未见过这么个渡法。这哪里是渡劫啊？分明是变着妈，怪不得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就成了这副样，历世千载。谁送你的？有人追你啦？不是，是芊芊送我的。今天他和罗克、赵少来无锡玩，我们大家一起吃饭，他就送了我这个，说是不小心买重了。出手这么大方呀？他到底什么来历？靠谱吗？当然靠谱，他家里在苏州开大厂的。上次请我们去厂里逛了逛，在厂里的贵宾厅吃饭，餐厅服务员待他跟公主似的。还有那个赵少更有钱，还有背景。他们最近在做一项新投资，赚了不少。芊芊说她先投一点看看，要是赚钱了就带着我一起。妈，上次聂叔叔说要给你钱，给了没有啊？嗨，给了一笔，就比那天买衣服鞋子多给了一点点。哦，他过来了，你先上去。